沙虫每个人都爱吃，但你们真的了解沙虫吗？对于这个味道鲜美的神奇生物，都有哪些特别之处？应该如何处理？怎么做才嘎嘎鲜溜？本期视频大解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郭。说北海肠、南沙虫这两种生物可以说是人们最能接受的两种虫类海鲜，号称天然味素。今天咱们主要盘一下沙虫，这都活着呢啊！沙虫是方格星虫的俗称，隶属星虫动物门，是一个比较小的门派。市场上比较常见的就是光裸方格星虫，很多人以为这个玩意儿只有南方才有，其实北方也有分布。我在大连赶海的时候就挖过这个东西，就是分布的比较少而已。它可不是土笋豆里那个虫啊，土笋指的是可口葛囊星虫，虽然同门但不同纲。这玩意儿吃神绝了。本期的抛吃题呢，我们将和海肠进行一个终极吃神 PK， 看看哪个更好吃。我们先了解一下沙虫，它属于血迹型生物，身体呈圆筒状，分为头部、躯干部和尾部。体壁有很多的环肌和纵肌组成，当身体运动时，环肌和纵肌收缩，就会呈现方格状的纹路。因体表闪烁着彩虹一样的光斑，而且浑身光秃秃的，没有刚毛，所以取名光裸方格星虫，也称裸体方格星虫。它的吻部是翻吻结构，受到惊吓时，吻部会迅速收缩到身体里，放松的时候会伸出来。吻部长有许多三角形的乳突，呈鳞状排列。沙虫进食的时候，就是靠着这个翻吻吸食泥沙中的有机碎屑。来，注意看，很多人认为沙虫的小屁屁开口于尾部，其实尾部啥都没有。那么小屁屁长哪去了？在这儿呢啊，大概就是胸部的位置，这个像乳头一样的部位就是它的小屁屁。排泄器官长这个位置，感觉设计不是太巧妙。在小屁屁的后方靠上的方向还长有一对小的乳头状的口，这对口是它的肾孔，不仅是肾孔，也是生殖孔，一孔二用。沙虫整个的外部特征与海肠有点相似，但区别还是很大的。海肠属于异虫动物门，因尾部长有一圈刺状的环形刚毛，所以起名单环刺翼。而且海肠的体壁都呈乳突状，尾部有独立的肛门，两者还是比较好区分的。好了，我们再看一下沙虫的内部结构。泡的时候刀尖一定要挑起来，要不然肠子太薄太脆弱了，很容易挑坏。淌出来的这些液体都是提腔液。沙虫没有血管系统，提腔液含有蚯蚓血红蛋白，这种蛋白是唯一的天然非血红素载氧体，具有运送和存储氧的功能。固定好以后，我们看一下具体结构。前端为翻吻，这个发白的区域是咽部，从咽部的根部分别长有4条可使吻部收缩的受纹肌，其中内侧一对为腹受纹肌，外侧一对为背受纹肌，小屁屁就藏在这对腹受纹肌之间。这根颜色发黄的线状物是它的腹神经索，是从食道背侧的脑神经节发出，贯穿整个腹部。这条神经索相当具有韧性，它的肠道非常特殊，像是一根大麻花，有序的互相缠绕。食道从咽部这儿下来，然后是中肠，中肠要到尾部再反上来，与直肠相连，最后直达肛门。在直肠这个部位伴生着一条灰色的直肠毛囊，可以剥离掉。整个肠道都被一丝丝的固肠肌所固定，如果把肠子张开的话是很长的。像这种低等生物没有发达的消化腺，只能靠更长的肠子来进行更多的消化功能。整个肠子肯定是不能吃的啊，含有很多的泥沙。来，往这儿看，在食道两侧长有一对条形的囊状部位，这是它的肾管，主要负责2个功能。一是作为排泄器官，代谢掉提腔液的废物；二是作为生殖器官。沙虫在繁殖期间会通过肾管游离端的开孔收集提腔液中的精卵细胞，并在此进行滋养。沙虫为雌雄一体，没有明显的生殖腺。精卵细胞是在腹受纹肌根部的体腔膜，大概这块区域所生成，肉眼很难看见。生成的精卵细胞会释放到提腔液中，然后汇集到肾管中。繁殖期间，公沙虫的肾管会呈白色，母的呈黄色，这个特征与海肠是一样的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海肠就清楚了。海肠的肾管比沙虫多2个，一共有4个。仔细看，生殖期间外肾孔呈现4个黄点，这就是母的。如果是公的话，就是4个大白点。这是我哥们在大连抽海肠时拍到的海肠正在排精的画面。海肠与沙虫性成熟时都会集体的从洞中爬出，开始舞飞，相互排出精卵细胞，在海水中进行体外受精。
以上就是杀虫的基本特征，重点来了，如何挑选优质的杀虫呢？选这种颜色发红发紫的，用力一甩立马能够聚灵起来的，这就是活杀虫。如果是白不呲啦，用手一摸负囊囊的，咋甩都不聚灵，就是死杀虫。死杀虫的幼壁在自由酶的作用下会快速分解，幼子会皮跳，而活杀虫的幼壁很紧实，能够打成卷。处理杀虫也很有讲究，有2种方法。第一种是开膛破肚法，用一把剪刀从嘴丫子这儿下剪子，然后顺着身子一直划到尾部，翻开把肠子摘掉，冲洗干净就可以了。喜欢片状的就这么处理。第2种方法是牵连杀，先把嘴剪掉，拿根筷子对准尾部，噗呲怼进去，然后用手往下撸，这不就翻过来了吗？肠线顺手摘掉就行了。最后筷子一抽，这不就得到了一个完整的虫体了吗？如果是海肠的话，把头尾带有刚毛的部位剪掉，因为海肠的肠道没有泥沙，用刀一刮，把肠子刮掉就行了。好了，那么杀虫怎么做好吃呢？我们整个刺身，再整个韭菜炒。刺身的话，我们跟海肠一起吃，海肠的粘液太多了，需要用盐醋水揉搓一下，去掉粘液，斜刀切成段，这就行了。杀虫没有粘液，清洗干净，改个刀就可以了。格调必须上来，摆个小盘。韭菜炒的话要焯一下水，烫几秒钟就行啊，不能烫大不劲了。把韭菜炒断生，倒入焯好的虫肠，放点盐、鸡精、一品鲜，几下天地翻就 KO 了啊！来开灶，来吧，先尝杀虫刺身啊，整点三杯酱，海鲜酱油，吃，味道已经超预期了啊，口感非常的脆，味道很鲜、很爽、很清甜，没有一点的腥味啊。这个可比我们以前吃的蚯蚓强多了啊！你看，特别像蚯蚓。哎呀，绝对是刺身界中的极品啊！没想到能这么好吃，吃个海肠比较一下啊。海肠就是比杀虫根就多了，肉壁更厚啊，特别有嚼劲儿，但是略微能感觉出来一点腥味儿，可以接受。但有一点不太好啊，就嚼到最后的时候啊，能感觉黏了咕叽的啊，不是很舒服。我觉得这个海肠啊，没有杀虫好吃。尝一下熟的吧，还是先尝杀虫。哎呀，熟的好吃啊，它脆度啊能下去一点啊，但是鲜度提上来了。跟韭菜搭配哈，绝配啊，属于鲜上加鲜，口感超级好啊。看海肠，海肠熟的就要比刺身更好吃啊！首先呢，就是腥味肯定吃不到了，它的鲜度要比沙肠啊高出来很多倍，口感呢也略微舒服一点，就不是特别梗了啊，很脆。我觉得熟吃啊，海肠要比杀虫好吃。我呀，分别还烤了2串啊。这个是大连的特色烤法，就是中间里面穿了一根韭菜，烤的时候先刷点油，等烤抽过了喷点一品鲜酱油，然后撒盐、孜然、辣椒面，这就好了。再尝一下啊，这是杀虫，烧烤味十足啊。这是海肠。烤的好吃啊，烤的要比炒的好吃啊！你们要是来大连啊，就韭菜烤海肠，你们必须得尝试一下啊，嘎嘎好吃。做个小总结啊，烤、炒、刺身啊各有特色，但我觉得杀虫、刺身绝对是这个啊，我认为是虫类海鲜里面排行第1位的，相当好吃。如果是熟吃的话，海肠要比杀虫好。但是那个性价比的话，没有杀虫高啊。你看我这一堆杀虫才花了60多块钱，海肠还是比较贵的，60块钱买不了几根，而且水特别大，
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啊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大闸蟹每个人都爱吃，但你真的了解大闸蟹吗？怎么才能挑选出肥嫩多汁的蟹子？本期视频咱们就说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你们期待的大闸蟹今天正式上线。看见这一堆的蟹子没？你们是不是觉得都是一个损色？其实都是有区别的。不同形态、不同地域的蟹子，肥度和口感究竟能差多少？如何在鱼龙混杂的蟹子中找到性价比高的种类，是本期视频重点要讲的。那么讲之前呢，我们就得先了解一下大闸蟹。大闸蟹并非蟹名，而是指的一种捕捞方式。南方地区普遍称之为大闸蟹，在北方地区就叫河蟹，中文正式名中华绒螯蟹。这个季节，大闸蟹开始大量上市，母蟹已经开始上籽儿，公蟹还需等到11月份才能上钩。所以现在不是吃公蟹的季节，很多人吃了一辈子的大闸蟹都不清楚公蟹的蟹膏究竟是啥，反正吃到嘴里面喷香喷香的。其实母蟹也同样可以吃到蟹膏，要想了解，抛了我给你说道。大闸蟹的繁殖期是在12月份到开春才开始进行，公蟹的性腺发育要比母蟹来的稍晚一些。我们看一下具体特征，打开天灵盖。首先看到的是蟹心，大寒之物。很多人问为什么螃蟹的心寒不能吃？因为螃蟹属食腐性动物，食物中含有大量的有害物质，螃蟹吸收了这些物质就要靠强大的免疫系统。它并没有淋巴结等单独的淋巴器官，但血液中会有淋巴细胞、吞噬细胞等免疫细胞。这些细胞在进行免疫时会将病毒等抗原物质聚集在心脏上，脾胃虚弱的人吃了可能很容易噗噗。中医把这种表现称之为吃了寒凉之物所致。好，咱们继续扒拉，看这里，在蟹胃两侧有2个白色的部位，这个就是它的经桃。这根细细的急里拐弯的管子是输精管，输精管的下端开始膨胀，形成储精囊。重点来了，储精囊的下方有2个絮状的部位，这个部位就是它的附性腺，有点前列腺的作用。附性腺会分泌粘性分泌物，给精子提供一个生活场所。当公蟹在冬季性成熟时，分泌物增多，会充斥整个微信腔。我们吃的蟹膏其实吃的就是附性腺所产生的分泌物。蒸熟后是透明的，味道贼香。交尾期间，公蟹会将精子通过母蟹这对生殖口，将精子输送到纳精囊中。吃了一辈子的河蟹，估计你们纳精囊长啥样还不知道吧？来，我给你扒拉出来，看见没？这个就是纳精囊，一共1对，左右各1个。母蟹排卵的时候，卵子会经过这对纳精囊先进行受精，然后经这对生殖口将卵子排出，会附着在肚脐附肢上的这些毛毛上进行抱卵孵化。现在的纳精囊是空的，如果母蟹交尾成功，纳精囊也都是蟹膏。那时的母蟹卵巢也发育成熟，蟹籽儿会充斥整个腔体。所以说，吃大闸蟹最肥的季节就是在母蟹产卵前的头一阶段，大约在冬季。说一下蟹黄，蟹黄指的就是肝胰腺，也就是消化腺，由很多细枝状的毛管组成，是主要的食用部位。品质好的蟹子，肝胰腺的颜色应该是金黄色，蒸出来的蟹油就会越多。蟹油多不多，取决于投喂生鲜饵料的占比，多投喂小鱼、小虾、小贝等食物，肝胰腺的脂类物质就会增多，这是区分螃蟹好坏的重要标志。如果是这种土黄色，品质就不好，蒸完就化了，又腥又苦，老难吃了。这就是为了省钱，不喂好东西。好了，有了以上的理论基础，我们再结合外部特征，看看如何挑选出优质的大闸蟹。有以下几点：一、看颜色，青绿、青棕、青黑这3种颜色都没问题。不同的生长环境，体色会略有差异，但颜色肯定是越深越好。但黄色的除外，黄色的主要是因为缺氧造成的一种应激反应，马上就快嘎了。蓝壳和白壳的比较特殊，也比较少见，应该是基因变异的结果。二、看肚脐儿，肚脐儿越大越圆的越好，像这个发尖的肯定就没成，如果是这种已经快覆盖腿的，说明越好。三、扒开肚脐儿，能看到2点黄，说明肝胰腺发达，黄多。像这种根部发白的，说明黄就少。4、摁一下腿的硬度，肥的蟹子你是摁不动的，如果你能摁动，那你就换一个。5、看蟹腿内侧的颜色，发青感觉很透亮，证明它的水质是好的。像这种白的就少差些，很多人看肚皮白不白来区分水质，其实看蟹腿更准。6、看厚度，这一比就比出来了，你看差多少？这个盖都快顶开了，这个就叫顶盖肥。我给你打开一下，你们看看，这品质绝了，满膏满黄。这就是在市场上挑的普通的蟹子，会挑一样肥。7、看毛，蟹腿的毛颜色越棕越好，尤其是肚脐里的毛，如果也是棕色，
至少能说明是个高品质的河蟹，水质极佳。如果颜色发灰，证明水质一般。要是这种，那就更差了，这不是水草质，而是泥质。水草质一般会产生在腹部。咱们再说一下阳澄湖大闸蟹，有人问我怎么区分，说实话，我是看不出来。为了对比，我特意在线下实体店买了一只，是不是真的不知道，反正挺贵，这一个3两重的160一个。比线上贵了1倍。有人说看蟹扣，这玩意儿看不看有啥用啊？咱比较一下，先看这2只，都是来自江苏的蟹子，这个是兴化的，这个是金湖的，这2种价格都在10多块钱一个。它除了干净点，其他特征都一样，都是一种蟹苗出来的，也不可能长出来2样。蒸熟了再看一下效果，能看出来吗？这个能稍红一些，肥度还可以。这3只我分别都尝了一下，贵的除了柚子偏甜以外，其他的没太大区别。花100多买只螃蟹，就为了追求点甜味，我觉得不太值。说完南方蟹，咱们再说一说北方蟹。北方蟹以辽河流域的盘锦河蟹最为著名，形态上和南方蟹正好相反，那就是长得埋汰，因为都在泥地里的环境生长，腹部有一层黑色的包浆，洗不掉的。蟹壳是青黑色，蟹腿要比长江流域的稍短一些，个头也偏小，一般都是稻田养殖。别看个头小，但是肥度好，鲜度好，籽儿多。在北方地区也很认盘锦河蟹，但是现在想买到正宗的盘锦河蟹也很难。教你个方法，就看装河蟹的网兜，如果是蓝色的，基本都是盘锦的。这个习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改变。大家在蒸螃蟹的时候，是不是一蒸就掉腿儿？教你们一个简单的绑蟹方法，抓蟹子的时候，腿儿用手一捋，这么一兜，摁住蟹钳。取条绳子，上面留个结，底下留个头，眼后放在蟹钳处，用手指摁住，横着绕2圈，竖着再绕2圈，把多余的绳子塞到活扣里，拽住绳子的另一头，一拉，这就收紧了。多余的头剪掉，这不就好了吗？这种绑法的好处就是吃起来方便，短头一拉，哎，这就摘下来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一学就废。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暴力法，像我这么拿着，放心夹不到手，眼后腹部朝下，大力出奇迹，啊哒，就这一下就干晕了。哎，你看夹不着，气老摇。这2种方法都行，这么蒸就不掉腿了。蒸河蟹的时间大家记一下，比海蟹的时间要略长一些。开锅上气计时，2两的12分钟。2两半的15分钟，3两的18分钟，3两半以上的20分钟，能吃多少蒸多少，吃不了剩下的用湿毛巾盖上，放在冰箱冷藏，一般3天内是不会死的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黑狐虾每个人都爱吃，但你知道黑狐虾有多少种吗？哪种黑狐虾才是肥嫩多汁的虾？想了解其中的奥秘，请听由老郭主讲的净说瞎话栏目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郭。这个季节呀，正是大对虾上市的季节。作为对虾之王的黑狐虾是必讲科目。对了，你们知道虾后是什么虾吗？我这牌面啊，也都安排好了，这些都是黑狐虾，但每款都不一样。这点玩意儿也不便宜啊，花了我将近小1000块钱。怎么做你们懂的。哎，有多少人认为黑狐虾不好吃的出来打卡？那是因为你们买的虾不对，不会识别正经的黑狐虾。本期视频咱们就说说各种黑狐虾的差异。黑狐虾中文正式名斑节对虾，是对虾中体型最大的虾，大的每只可重达1斤多，因自身有老虎一样的斑纹，故称之为黑狐虾。这里我要说明一下，还有3种虾与黑狐虾非常相似。一种是褐狐虾，与日本对虾长得很像，无养殖，只有野生的。另外一种是红狐虾，个体超大，基本上也是海捕的，价格也不便宜啊，这一只40多块钱。还有一种长得很像红狐虾，就是红爪虾，中文正式名短钩对虾。和红狐虾相比，有2处明显的特征能够区分出来。红狐虾的须子都是一个颜色，而且爪子尖是红色的，而短钩对虾的须子有红白相间的纹路，而且爪子尖是白色的。因为短钩对虾的成年个体会越长越绿，也称之为绿狐虾。黑狐虾除了野生的外，还分为海水养殖、咸淡水养殖、淡水养殖。现在的淡化血珀技术啊，对黑狐虾同样适用。各种养殖方法养出来的形态它也不一样。
来，我们看一下黑虎虾的具体特征。我手里拿的这只是纯海水圈里养的，4、5月份下的苗，长到现在长这么大。我重点讲一下野生和养殖的问题。我有个朋友啊，就是养虾的，他就跟我讲，虾的饲料的转化比老高了，10斤的饲料能转化出7斤重的虾，虾料比猫粮还好呢。养到30个头就能赚钱了，长到10个头一般就不咋养了。养的时间长，它死的不就多吗？尤其是母虾，甩完籽啊很容易死亡。如果遇上雨水增多、降温、病毒感染，整个塘都给干。所以我们能买到的3、5个头的大虾，基本都是野生的。来，咱们继续扒拉，注意看它的蛹足，蛹足是红色的，根部有一黄一蓝的斑纹，额角是先凸后凹，然后再翘上去，有个弧度。这些特征都记好，一会儿要进行比对。内部结构和其他的虾都差不多，但是它的干胰腺比较小，并不发达。看一下它的肠腺，养殖虾因有充足的饵料投喂，所以肠腺货很多。野生的虾因为在自然环境中没有丰富的食物，所以肠腺都很干净。特别之处就是它的纳精囊是封闭式的，这不是由2块壳板组成的吗？说明这只虾是母虾，公虾是没有的。公虾的第一对蛹足会有一个交接器，想了解具体特征，可以考古我以前的视频。在对虾中，一般母虾都要比公虾大，像这种大个头的都是母子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野生虾是什么特征，主要看额角，它的额角是斜着很平下来的，比较粗，弯度很小，额齿间的距离很近，枪头很钝，因为自然环境中加大了它的额角的磨损程度。养殖的大部分都是一个横着的 S 型，枪头往上翘得厉害。还有就是蛹足的颜色，大部分的海水虾死后腿都会变得很红，这就是一个缺氧后的应激反应。重点来了，我们看一下这款黑虎虾，发现问题了吗？这款虾的颜色就会发青一些，主要看它的蛹足，蛹足的颜色是蓝色的，而这款黑虎虾的蛹足是红色的。额齿也有区别，查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一共是6个齿，齿间距离很宽，而红腿虾的额齿是7个，齿间距离很短。2款虾虽然都叫黑虎虾，也是斑节虾的一种，但行内人一般把这种蓝腿的虾称之为草虾，口感要比红腿的虾略差一些。在我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都有养殖。红虎虾没有太多的说道，只有这一种，越大越贵。很多内陆的朋友可能买不到鲜的黑虎虾，只能买到冻的。选择的时候，像这种已经冻得白不呲啦的就别选了，这已经风干很长时间了，僵尸虾，虾肉里面已经没啥水分了。要选择这种用手摸一下感觉滑溜溜的，有一层薄薄的冰衣，颜色越深为佳。这么多虾，咱得评测一下呀，看看味道究竟差多少。虾尽量不要蒸，一定要煮。冻虾本身水分就不足，你这一蒸就更干巴了。煮虾的时候是很有讲究的，一定要化开化透，要不然冻腥味就憋里了。水别加太多，没过虾就行，放点葱姜。重点来了，大粒海盐抓一把，瞬间掀掉你下巴。盐量一定要上去，煮30分钟倒沫子就行了啊，关火泡10分钟，要不进不去味儿。好了，开始码味儿。这2个大的是红虎虾，这2个小的是深圈里养的，煮出来的颜色通红通红的。这2个是草虾，完了是黑虎虾。先整这个大的啊。这虾头啊没有多少黄，这个虾就是这个特点。皮啊是很硬的啊，皮很结实。没有多少虾线，来，这个大的给你们，蘸点海鲜汁儿。肉质啊非常结实，很有嚼劲儿啊，特别哏嚼，鲜度和香度啊都行，就是有点硬，可能跟虾太大有关系。黑虎虾啊，咱尝一下，这虾头也是没有多少黄，它这个虾肉啊我不尝，就非常紧实，看见没？能拉出来丝儿。同样哏嚼啊，整体感觉呀跟红虎虾差不多啊，因为它的个头小嘛，所以说你吃起来不会特别的硬。今天大哥又来了，咱再尝个草虾哈。草虾的肉质啊还是略微的松散一些，这个有下线，我给你挑一下。
喂，放心吧，不是解剖那个镊子啊。作为猎王，镊子肯定是不缺的。尝一下，虾味儿我感觉没什么问题啊，就是鲜度啊、香度啊都算可以，就是柚子啊，照跟那个黑虎虾比啊，略微的面一抖抖，味儿都差不多，是不是我嘴坏了？北方养殖的黑虎虾，咱尝一尝啊。这虾啊，就是还是活虾嘛，所以说冒汁儿，哎呀，鲜度可好了。你看，八汁都汤汤，汁水充足。就是它也是活虾呀，就是你野生的虾，只要一冻，都赶不上这种养殖的活的好吃，非常不错啊。做总结啊，个人建议这种太大的虾啊，你要是送礼啥的行，自个儿吃啊不推荐，太硬了。像这么大的哈，1两多点的这个虾我就觉得不错，最起码你吃起来的口感你能咬动。要是能买活虾的，尽量买活虾啊。好了。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啊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